许清怎么样了？那些沙子又被他们调换回了眼，并未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待他们放松了警惕，武将军就能查到更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帮把那神像点上吧，疼得要死。不是挺喜欢逞能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应承了？你说，人死了，是死了的人更惨，还是活着的人更惨啊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人死了，不管原本他将有怎样的人生，他都不会知道了。可活着的人，却要日日夜夜的陷于遗憾和悔恨之中。活着的人才痛苦。为之于未有，止之于未乱。海一平对你有利，可也有害。这次是天生他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旧案重查，我希望你接下这个案子，秉公办理就好。梅堂不会因此怀疑你的忠诚，此案也会是你的功劳。我独木难支，身边也无人可用。海一平和我要你站在我这边。让我再想想吧，改日答复你。我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吧？你出手倒是挺干脆的，但是人没死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对准他这里。那就要看你如何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在我兑现承诺之前，你需要再做一件事情。自告，10余年前御史案另有隐情，昏官横霸乡里，骄奢淫逸，无所顾忌，以权谋私，盘剥民生，于通泉县利用废宅，行罪恶滔天之事。诱拐民女无数，囚于此宅，攻其行贿，挟诸女之命，终为灭口，尽化灰烬。然助纣为虐之人，乃一家之女不亲，小小年纪便以诱人入眠之术，引诸女入废宅，酿成滔天巨祸，罪孽难逃。今此女更名改姓，续以其不正邪术，迷惑圣都万民。此女便是新一叶平安。叶平安，叶平安，怎么会是他？这当年的御史案，那可是人尽皆知，街坊邻里们都在骂那于钱，说将他拉出来鞭尸都不足以解恨。你说那告示上的昏官指的就是于钱吧？有海公落款，那指定是真的。再说了，这陆丹心又是谁啊？怎么他的名字也在这告示上？哎呀，要我说呀，那叶平安才是真正的天生恶女，年纪这么小就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叶平安那个时候就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，想骗一个孩子去做坏事还不容易吗？那他也是受害者呀。咱甭管他当年是不是被骗的，但结果就是他害死了人。这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平安帮着害死了那么多人。是，
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万安山上，你是真的想动手杀了李宗旭吗？回陛下，李宗旭罪恶滔天，但他是世祖宗亲，臣知道陛下需安抚旧人，不想让陛下为难，所幸臣才想在万安山上诛杀他。臣一时情急，思虑不周，陛下当治臣妄断之罪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到底是不愿朕为难，还是因为他杀了芒沟人，出于私心，想将他置于死地？陛下，臣不敢。朕选你，便是看中你办事爽利，又懂得顾全大局。世人皆有私情，别说你有，朕也有。朕坐上这天下至尊之位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刮骨剜肉之痛。欲以万民为公，就要不近常人之情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7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这个叶平安跟你一样行事冒进。陛下，不用说了，将他逐走。是。还有一事，禁军传来话，李宗旭已经醒了。醒了好啊，就差禁军过问一下李宗旭，吓一吓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些年，李宗旭乱伤谋财，这个时候正是让他将所敛之财吐出来的好机会。朕杀一人易如反掌，可如何杀，何时杀，要思虑周全。臣未能体会陛下苦心，是臣之过。好了，朕叮嘱你一句：查海一平，你需事必躬亲，在没有挖出那些与他结党的蠹虫前，不可妄动。还有，你那叶平安，别再瞎搅和。是。你呀，还得再磨磨。哟，海公啊！郭四卿，哎呀，海公啊，不知是什么要案，劳海公亲临。郭公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好管闲事。何况这件事啊，和我当年的好友有关。若不是这位女子找上我，我是真没有想到，这当年的旧案竟藏着这么多惊人的秘密。哪桩旧案？此乃诉状。民女告10多年前，通泉县尉杜良伙同师爷郑元降马齐君山，掳掠民女，并将罪证栽赃于监察御史于前，前后涉人命130余条，酿成莫大冤案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可知诬告有何下场？民女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，是那些不幸女子中的一个。我若有半句虚言，项上人头，任你处置。起身回话吧。时隔这么多年，
你怎么证明自己就是御史案的亲历者？郭思清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也拿不准，毕竟此事牵涉的官员众多。于是我详细询问了他的经历，他将此事的原委巨细无遗地道来，字字泣血，我这才信了几分。当然，此事由四卿主审，实情如何，还得由你来定夺。你说于谦当年是被度量陷害，可拿得出什么证据吗？度量早将所有证据销毁，他还当上了户部郎中，所以这些年民女一直未敢上告，直到如今度量已死，我这才敢站出来。我还找到了素有贤名的海公，若不是海公肯收留我，但因为我沉冤昭雪，我今日也不能这么顺利地站在这里。全案都扣，将御史案卷宗调来。是。且慢，司卿有所不知，御史案后有个自称罹难者亲属的人找我，说是想要看一看卷宗，我就调阅给他看。可是天意弄人，那个人打翻了烛台，引燃了客房，整个卷宗都给烧毁了。那如此说来，便是没有证物。没有证据，哪怕你说的再真切，也不能仅凭你一人定案。还有一人能证明御史案是冤案，他也是亲历者。谁？掌心使叶平安。我怎么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呢？啊，我想起来，军饷案后，你不知道该不该救叶平安时，你就是这副鬼样子。以那时不同，如今我已经站在一块四方的石台上，风虽大，却站得很稳。我若是现在去帮他，那便是拿我身后的一切来做赌注。和上次一样，就让他做决定吧。有字的一面就是帮，无字就是不帮。
掌心使，大理寺卿传你问话。传我问话？具体我也不知，只能劳烦你跟我走一趟。平安见过郭刺卿。在你面前的女子自称是御史案的受害者，说此案与你有关。叶心使，你作何解释？御史一案中，的确有3名女子，因我的入眠之术，被带进了废宅。那她们分别是谁？是否还在世？这些年来，我只见过其中2人，一人名叫阮琴，已在10多年前离世；另一人，正是您面前的这位陆丹心。啊，在这儿的一个是受害者，那么另外一个，不就是加害者了吗？叶心使那时还是个孩子，受人蒙骗嘛，也算是受害者。当年利用你的人，到底是于乾还是度量？是度量。郑源带我见了度量，我亲眼看到齐君山带人烧了废宅。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，怪了，这3个人怎么这么巧，都在今年一个接一个的死了。我倒是记得叶心使，因为郑源和度量2度入狱，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啊。他们作恶多端，还贪得无厌，贪财、贪权、贪名，鱼肉百姓，蚕食国本，想必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的世职是圣上亲封，御史案又事涉前朝，如今有人证而无物证，你们想推翻旧案一事，我不能定夺。拿吉地来。圣上送来2样东西，重叠的茶饼，一片叶子，重茶，重茶，叶，落叶。遵圣意，因尔等状告的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均已亡故，又并无证据，须待大理寺查证你等所言，找出证物，方可重审御史案。另一道圣意，叶平安此前牵涉郑源案，身居使职后，又对旧事隐瞒不报，其心不正，不可为官职表率，故此夺其使职，贬为庶民。平安领旨谢恩。这落叶之意，郭四卿确定，只是将他贬为庶民吗？郭某不才，只能将圣意揣摩到这个份上。海公若是揣摩出了别的什么意思，可向圣上求证。不，大理寺审啊，自当是四卿做主。只是我觉得此案非同小可，所以应该还需要由刑部。郭四卿，海公，四卿可是在审御史案？哼，你消息还真灵啊！
这么快就知道了？少城自荐主审御史案。哎呀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你倒是偏要强。此案无证，时隔多年，百姓心中早有定论，且是先帝时定的案。你查什么？怎么查？是往小了查，还是往大了查呀？圣上尚未明示，你心中有数吗？国公了解我的行事，我敢接，心中自然有数。倘若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连累四卿。郭四卿啊，少城办事向来沉稳，查案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怎么，四卿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好吧，少城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主办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只要能还所有罹难者一个清白，还愚公一个清白，一切但听郭四卿和海尚书安排。你是此案的关键人证，住处可安全。啊，郭四卿不必担忧，担心姑娘现在住在我的府上。叶平安，你在医馆等候传唤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可再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了。是。马上就到吏部考公司评定了。你若此案办得好，我借你去御史台。那就先谢谢老师了。快到8月15了，家母做了些糊饼，到我府上去小坐一会儿，先尝为快嘛。好。来2个饼。哎，好嘞，我前面还欠着2个，稍等啊。这事儿啊，绝对是真的。这海尚书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官收留了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这事儿大概是这样：海尚书和于谦有故交，于谦受冤致死，海尚书忍辱负重，直到找到了受害之人，才和女子一起为于谦平冤昭雪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就通了。海尚书可真是有情有义啊！要不是他，那这么大的冤案，可就真埋进土里啊！最不要脸的，就是那个叶平安。别人骂他的时候，我都没吱声。我也是，我可从来没有骂过。你的饼好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啊？那布告你们都看见了，当年叶平安害了多少人，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对，你们以后谁也不准来这个医馆看病。不来便不来，你损人财物，也太霸道了。什么叫霸道啊？我看你前段时间来他这里看病是被他鬼迷了心窍了你。这个女人是赶都赶不走，要不是没钱，谁乐意跟他住那么近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算了，以后谁都不准来。上来。你主动接下此案，可有想清楚如何审？我以为老师已经看清了我的忠心，没想到你还是对我心存疑虑。多心了，你已是我的门生，日后诸事我们还要同舟共济，没什么信不过的。
有一事，我尚未弄明白。老师为何要带着那位陆丹心来翻案？御史案重审，就如这块小小的饼，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而武安康，他追着徐清、龚少不放，为的是这块大饼。就连他都穷追不舍的事情，你说圣上会没有察觉吗？老师是想借御史案重审，来掩盖严仓之事。你向来是个体恤民生疾苦的好官，为何要为了这些盘剥民生之人费尽周章？民要保，官也要保。每朝每代都在惩治腐败，每朝每代却贪渎不绝。少成啊，没人做得了孤臣。做孤臣的下场，就和那于谦一样，对吗？可老师保了这些官，又真的利得了民吗？不先让官吃饱，有多少人愿意做事？这些人不做事，又如何撑得起举国的繁盛？所以，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。有时候苦一苦百姓，也是为了大局。你说呢？老师真知灼见，学生受教了。少成医院做那识大局之人。好，可谓一点就透。让大将军见笑了，你是不是想问布告的事？不用问，我这个人交朋友是凭自己的感受，从不听别人说什么。你知道迎孝吗？听说过，但真的发生过吗？很多年前我在军营里遇到过一次，记得那会儿大家昼夜杀敌，天寒彻骨，又缺粮草，每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。就连我，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一天夜里，军营四周突然传来士兵的嘶叫声，他们中邪般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这声嘶喊如同瘟疫般蔓延。我连忙扯下布条堵住自己的耳朵，试图喊醒更多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迎孝过后，6000将士只剩下1000人活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？竟比在战场上厮杀，死的更多。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所以叶平安，如果你想要打一场大仗，精神就绝对不能垮掉。你看，这片野草，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颜色，春时绿，秋时黄，但不论什么时候。都坚韧不拔，顽强生长，对吧？谢谢。你说这人心若是像山茶花一般洁白无瑕，那所有事情是不是就简单多了？谁不是生来质朴呢？在这尘世里滚了一圈，才失了本来的颜色。言而不谙世事，以前我觉得是不幸，可是每每被阿杂捂了眼，回到府上，看到他那么的单纯天真，我就好像被洗涤了一番。
海关为了名声，可是真能颠倒黑白啊！这么快，连府上的丫鬟都开始议论，你是如何挺身而出，代我翻案的？哎呀，我可没做什么，只是人多眼杂，查起案子来，这消息啊，难免就走漏出去了。你所求的，我已经帮你实现了。你也看到了，若是没有物证，大理寺很难凭忽然冒出来的口供就推翻定论之案。但是有了于前那封信作为旁证，想翻案就简单得多。说吧，接下来海公想让我怎么做？圣上惜才啊，连郭瑜都能看出来度量他们接连出事和叶平安有关，那圣上岂能看不出，却对他重拿轻放？但若叶平安所为过了头，甚至是有违圣意，那么他的命，圣上便不会再留了。莲儿，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莲儿回来了吗？你去找找莲儿，该回家吃饭了。今晚有大月亮。哎呀，这才好了几天呢，又糊涂上了。你女儿她不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去找啊。你回房间，别乱跑，乖啊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啊。莲儿。海公，今夜圣上和百官会在千秋阁拜月。那海公的安排是？届时守在李宗旭府外的兵会被悉数调走，我要你把他绑到长夏门的城楼上来。挟制宗亲，罪同谋逆，为何要我自寻死路？当然不是，我要你把叶平安也约到城楼上来。等我和圣上到达长夏门，你借机杀了李宗旭，然后栽赃给叶平安，这样挟制宗亲之罪就和你无关了。叶平安能言善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恐怕他还会反咬一口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让大理寺的人在城楼上待命。李宗旭一死，叶平安罪无可赦，就地格杀。这已死之人，还如何自辩呢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圣上和百姓俱在，海公这戏台子搭的可真是不小啊！叶心意，叶心意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还好吗？蔡老板，可还认我这个朋友？哎，我蔡允行商讲的是一个义字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。啊，你是来看长青的吧？是啊，他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他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他倒知道今天是8月15。啊，这位是
叶协议的朋友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了热闹。来来来来。 所以，当你看到铜钱是无字的时候，反而知道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美党之间还未倚重我，深得重用的人，仍旧是他海一平。想要得到美党的器重，还得先砍掉他们的臂膀。直接承认想站在我这边，很难开口吗？我觉得你应该也猜到了。陆丹心跟海一平做了一个交易。 他们打算用你的命，去换一次为于谦翻案的机会。所以你推测，他们会去大理寺？我还探出了海一平的口风，他打算今夜动手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丹心一早给我递了条子，约我今夜在长巷门上见，说要将一切做个了断。李宗旭也在，我必须去。 缠山云梦肉，风茄子，长生粥，青儿，都是你喜欢的，别急啊，一会儿就好。来，尝尝阿爷做的饭，好不好吃？来尝尝，看我手艺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有种家的感觉。味道不错。